咁啊，今集啦，不如講下 Always 啦。第一次講 Always，有一個超過100年嘅獨立牌子啦。嗱，除咗石英危機嗰段時間之外呢，其餘呢基本上都係獨立運作噶啦，俗稱獨立製錶公司啦。咁所以就可以繼續做翻自己嘅初心，一直堅持淨係做機械錶。咁啊冇辦法啦，除咗70年代石英危機嗰陣時就冇計啦。咁但係1992年至到今日呢，佢哋都淨係做機械錶嘅啫。咁又有自家機芯嘅能力啦，錶款又唔差。我諗差嘅只係錶迷對佢哋嘅一啲認識。嗱，咁啊今日呢，專登借咗3隻嚟同大家介紹一下 Always 啦。介紹之前呢，不如考下大家 Always 點解叫做 Always 呢？嗱，如果你知道嘅話呢，應該都係佢哋嘅 Die Hard fans 噶啦。咁個答案呢，其實就係 Always 嘅發源地啦，Holstein 啦，唔知係咪咁樣讀啦嘅其中一條河流嘅名啦。因為1904年嘅時候呢，當時就由2位老闆呢接管咗 Always 嘅前身公司，咁啊順理成章就攞咗一個河流嘅名做命名啦。就係咁簡單嘅咋，就好似 Longines 其實都係一個地方名嚟嘅。而咁啱最近 Always 又延續咗上一年 Kermit the Frog 嘅呢個震撼啦。2025年嘅第一波再次出擊，啱啱1月7號先至發布嘅啫，新鮮滾熱辣啦。咁又再推出咗一個同 Kermit 有非常之大關係嘅 Miss Piggy 嘅版本啦。嗱，上年就冇人諗過佢哋會出 Kermit 嘅，嚟到2025年呢，我諗一樣冇人會諗過。竟然連 Miss Piggy 都玩埋喎，犀利犀利！嗱，依家已經有一隻喺我手上邊噶啦，咁就由 Always 嗰邊借翻嚟去拍攝，俾大家介紹下啦。咁呢隻 Miss Piggy 呢，其實就有好多以前未試過嘅一啲嘢，例如 ProPilot X 嘅呢個系列入邊呢，嗱，一直其實佢哋都係39mm 為主噶啦，呢一個款式。咁但係呢一隻呢，第一次用上咗34mm，咁所以望到成隻錶咧好精緻嘅。不過 Always 就強調翻呢一隻其實就男女都啱戴嘅。咁另外呢，其實就 ProPilot X 嘅系列入邊呢，咁啊第一次用上咗呢個不鏽鋼嘅材質啦。因為之前其實大家都知道佢哋基本上淨係用 Titanium 嘅啫。咁而上一次 Kermit 呢，就用咗一個極度 sharp 嘅熒光綠色嘅錶盤啦。咁啊今次一樣係咁 sharp，不過就唔係一個熒光色啦，而一個比較桃紅色啦，我稱之為連 index 都係粉紅色嘅，嗰個 logo 啊 ProPilot X 嗰啲字呢，全部通按通粉紅色嘅。成個錶盤呢，不過就冇做到一個夜光嘅物料啦，只係12點位置呢，有一個長方形嘅閃石啦，就人工培植出嚟嘅一啲鑽石啦。咁啊咁啱，即係都叫做好彩噶嘛。Tudor 半年前都出嗰個粉紅色嘅 dial 啦，咁啊令到啲錶迷咧，特別是男士呢，都開始接受呢個粉紅色。咁但係我諗 Always 呢個粉紅色，呢個桃紅色呢，我自己就覺得好似容易接受一啲嘅。如果你問我，咁其實 Always 之前呢個 ProPilot 嘅10日鏈呢，已經有用過呢一隻色噶啦，做一個慈善嘅用途啦。咁不過當時嗰個就一個 skeleton dial 啦，呢一次就一個全覆蓋嘅一個 dial 啦。嗱，意想不到嘅地方就係咧，嗱，上一隻咧 Kermit 最 iconic 嘅，我諗一定係嗰個位置嘅嗰個日期窗啦，六點鐘位置嗰個啦。咁啊，每個月1號咧先至會出現呢個 Kermit 嘅。咁啊，今次 Always 又估你唔到喎，竟然連呢個日期窗都攞走埋，反而令到有啲心動喎，冇日期。咁啊，雖然 Kermit 嗰個日期窗就幾好玩嘅，咁但係對於我呢啲咁唔中意日期嘅，始終都因為咁樣而卻步咗嘅。我諗始終有部分嘅錶迷呢，都真係比較偏向於買一啲冇日期嘅手錶嘅。第三個嘗試呢，其實就係用咗一個 Micro Volta 啦，珍珠陀啦。嗱，雖然就唔係一個自家嘅機芯啦，咁但係一樣都俾到一個驚喜我哋喎。咁就好得意咁樣呢，做咗一個少少嘅 window，然後喺呢個 Volta 上面呢，放咗呢個 Miss Piggy 嘅呢個圖案啦。咁大家可以得閒轉佢出嚟啦，咁就唔使等到好似上一隻咁，每個月要等到1號先至見到 Kermit 啦。基本上幾時都可以轉到阿 Miss Piggy 出嚟啦。而如果你熟悉 Watch Catalog 嘅話呢，嗱，介紹一個牌子呢，我一直都唔係好中意啊，淨係介紹一隻咁少嘅。咁當然梗係希望介紹更加多俾我哋嘅錶迷啦，等佢哋可以一條片更加深入了解 Always。咁第二隻我向牌子揀嘅呢，其實就係一隻自家機芯400系列嘅一個比較新嘅一個手動版啦。嗱，終於有多一個自家芯手動上鏈嘅錶款啦。咁啊 Calibre 473啦，即係400嘅呢個系列啦，亦都係 Always第10個嘅自家機芯，亦都係慶祝翻
2013年第一個自家芯以嚟嘅第10個週年啦。今日2023年嘅時候出嘅啦呢隻錶，咁一如400嘅系列啦，一樣係最出名嘅5日嘅動力儲備啦，仲有錶底一個動力嘅顯示針嘅。雖然嗰個夾板呢望落就確實有啲大塊嘅，個佈局設計我諗都有待改善嘅，可以好啲嘅。不過講到呢個價錢，又買到過百年嘅瑞士牌子自家手上鏈5日芯，咁我覺得都幾唔錯啊！嗱，掛住講個背脊呢，就唔記得講前面添。咁我前面其實就係一個 Big Crown 嘅系列啦。現行款呢，其實就40同38mm 為主啦。咁呢隻手上鏈呢，就38mm 嘅。咁個 Big Crown 其實本身係一個非常之悠久嘅系列啦。喺大約1938年嘅時候已經誕生咗。因為當時我諗大家都知道，正值係 Pilot 手錶嘅發展黃金嘅時期。二戰啊嘛，咁 Always 都唔例外啦。如今呢一個 Big Crown 嘅系列呢，其實已經非常之多樣化啦。不過呢一隻呢，手同上鏈定價其實都係講緊港幣3萬零蚊呢。咁所以聽牌子講呢，就非常非常之好賣。咁相信應該都有唔少嘅錶迷支持呢一類型嘅手上鏈錶啦。咁啊聞說之後仲會推出更加多唔同顏色嘅錶盤嘅顏色添。咁我估計呢個手上鏈款呢，或多或少應該都會成為一個長青嘅一個款式啦。呢隻錶嘅錶帶錶扣呢，一樣值得留意嘅，係比較少見嘅鹿皮，但係其實就反而係鼓吹環保嘅。因為其實 Always 係同一個組織啦，叫做呢個名啦，唔係好 sure 點樣讀，係瑞士嘅一個皮革廠嚟嘅。因為佢哋嘅宗旨其實就係提供翻可持續嘅鹿皮啦。因為每年都有過多嘅鹿啦，就唔係獵殺嘅，而係一個天然捕獲嘅一個形式啦，咁所以令到佢哋嘅手錶都係一個多啲嘅話題性。我自己都有做啲扣啊，錶帶錶扣啦，咁所以而家都幾會留意下其他牌子嘅扣點樣整。咁我諗呢個扣呢，都算係少見咁有誠意、有設計嘅一啲扣啦。加上佢就唔係穿窿嘅，係用夾嘅方法去做。嗱，好唔好用呢？嗱，我暫時就冇辦法試清楚啦。不過我諗折扣始終都係一個加分位嚟嘅，長遠因為都唔係咁容易整爛個錶帶啊，更加之耐用。不過暫時真係唔方便上手試一試啦，只能夠可能咁樣大約俾大家 feel 下一隻38mm 大細嘅一隻錶嘅感覺啦。對於唔中意大錶徑嘅，我諗呢一隻呢都非常之適合大家噶啦。嗱，咁啊，最後揀多一隻俾大家介紹下啦。嗱，雖然呢個系列呢就出咗一段幾長嘅時間，不過我覺得作為去認識 Always 嘅話呢，都值得去睇一睇嘅。始終我覺得對佢哋嚟講一個幾重要嘅里程碑。加上呢嚟緊嘅蛇年紀念版呢，就揀咗呢一個 ProPilot X 嘅呢個系列啦，有一個綠面嘅一個 Touch 啦，Caliber 115嘅10日鏈啦，係一隻非常之有科幻咁嘅一隻錶嚟嘅。嗱，冇記錯咧，呢一隻款啦 Skeleton 嘅呢個款呢，咁其實大約已經有7年前度推出嘅啦。咁啊，之前一直都係偏向於斯文嘅啦。如果你對 Always 有熟悉嘅話，咁現時其實 Always 有2個自家機芯嘅系列啦，頭先提過400嘅系列啦，即係啱啱頭先講嗰個啦。另外嘅就係呢一個啦，110嘅呢個系列。咁啊，2013年左右推出啦，紀念翻 Always 110週年嘅紀念啦，所以亦都係佢哋嘅第一個自家機芯，所以就叫咗做 Caliber 110啦。一推出之後呢，就直接出咗一個10日鏈啦。咁啊，當時呢確實就震撼咗成個錶界嘅。咁啊，之後不斷就因應唔同嘅功能啊，推出咗111、112咧。直到最新呢個115啦，就係現行嘅呢一個 Skeleton 嘅呢個版本，再配合翻成個睇起嚟好 cyber 嘅呢個錶帶啦、錶殼啦，以及呢個錶扣啦。嗱，不過就比較大隻嘅，始終都佢係44mm啦。雖然我個手腕呢就唔係好粗，不過勉強叫做我覺得 OK 啦。可能我自己係做設計創意嘅行業呢，咁啊戴錶唔使太過斯文，咁啊戴起上嚟都覺得還好嘅。加上我自己其實就幾中意呢一啲 Skeleton 嘅錶嘅。不過如果有機會出一啲細啲嘅錶徑呢，我諗成個佈局呢應該就可以更加之緊湊。嗱，咁呢隻錶呢，雖然就係一個蛇年嘅特別版，咁但係又幾聰明咁，我覺得幾低調咁樣咯。將嗰個 Power Reserve 嗰個針呢做咗一個蛇形嘅形狀咁樣咯。因為好多時啲生肖特別版呢，最驚係咩呢？最驚就太過 over， 驚死你唔知道嗰隻係一隻生肖錶咁樣呢。咁啊，呢隻就夠晒低調啦。而另外個 Power Reserve 咧就係一個專利嚟嘅。你可能會問啦，一個
普普通通嘅 Power Reserve 有咩特別呢？其實一般嘅 Power Reserve 其實都係線性嘅。咩意思呢？其實即係動力嗰個分佈呢，你見係一個平均咁樣嘅。咁但係呢一隻嘅系列呢，如果大家細心啲一睇呢，個日數越後嘅呢，嗰個行程其實就越嚟越窄嘅。因為你最需要精準咁知道仲有幾多動力嘅話呢，往往其實就係最尾嗰幾日、最尾嗰段時間。咁如果睇片嘅你呢都係揸車呢，就會明白到，如果油缸呢嗰啲針都係非線性嘅話呢，就應該會更加清楚啦。好啦，咁啊好快咁都唔係快啦，都10分鐘。咁啊介紹咗3隻 Always 俾大家認識啦。咁我哋 Watch Catalog 都仲係覺得唔夠喉，想介紹更加多嘅 Always 嘅錶俾你啦。咁不如做一個好快嘅回顧啊，回顧翻近年佢哋一啲有趣、有驚喜嘅一啲款式，咁大家可以再更加明白到Always 啦。好似例如呢隻星球大戰黑白色嘅 Always 啦，嗱我自己都係一個星戰迷啦，加上黑白色咧，當時出到爭啲出咗事。咁另一隻就復刻翻一隻1917年啦，非常之有味道，中意 Vintage 錶款嘅朋友呢，就啱晒啦呢隻。咁就上年推出啦，2024年120週年推出咗一個全黑嘅Holstein 唔係好 sure 呢個瑞士地方點樣讀嘅一個 edition 啦。不過又唔係好明白點解黑色嘅錶代表住呢一個地方呢，我又唔係好 sure 啦。咁另外呢隻就全銅錶啦，再加上一個粉紅粉藍色嘅錶盤，咁啊當時都一出都確實引起咗唔少嘅話題嘅。咁啊，另外呢隻就曾經推出過一個復古70年代嘅潛水錶啦，個系列名就叫做 75啦，75咁樣啦。咁啊，原來 Always 都有出過 Jumping Hour 嘅，之前喺澳門嘅一啲鋪頭咧見到有得賣，價錢都幾吸引。飲恨呢冇買到，依家要揾呢，我諗都幾難揾到二手。咁呢隻就第2次推出一個孫悟空嘅版本。喺呢個 Aquarius 唔知有冇讀錯呢個系列名啦。咁個錶盤就係嗰個海底個龍宮啦。嗱，呢隻都只係一隻鋼錶，咁但係呢個珐琅嘅面呢，都令到呢隻錶嘅定價超過20萬大元噶啦。咁啊，好啦，時間關係真係唔可以講太多。咁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完呢條片對 Always 嘅認識多咗呢？咁希望大家記得 Always 呢個名呢，就由嚟自一個河流嘅名啦。咁希望你中意今集嘅內容啦，留言發表一下你中意邊一隻嘅 Always 呢。嗱，多謝收睇 Watch Catalog，我哋下一集再見啦。